订婚宴上，我和未婚夫喝了交杯酒，戴上了订婚戒指。可没想到第二天，我就收到了警局的通知，要求我退还28W 的彩礼。告我的正是前一天还承诺要爱我一生一世的未婚夫，理由是我索要高额彩礼，他有权要求我退还。退彩礼是吗？没关系，干脆连婚一起退了吧。我摘掉订婚戒指扔到未婚夫脸上，他愣愣地看着我，我只说退彩礼，没说退婚呀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王放第一次见面并不是很愉快，甚至可以称得上糟糕。我还没有谈过恋爱，最着急的人当属我妈了。不要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在家窝着，多出去走走，多认识一些新朋友，去买几件漂亮衣服，去做头发，整天清心寡欲的。你是要修仙吗？你都25了，黄金期马上就要过了，好歹交个男朋友，先把终身大事定下来呀。老妈最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了，只要我在家，绝对免不了被上课。对于老妈的催促，我还是很淡定的。才25岁，这什么急？30岁单身还不满街都是。眼见我充耳不闻，老爸又是女儿奴，老妈决定亲自上阵了。她托了同事的亲戚的邻居的朋友的，就差把关系拉到大洋彼岸了。总算给我安排了一次相亲。我可是新时代的年轻人，相亲这种方式也太老土了吧。得知老妈要安排我相亲后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排斥。毕竟在我的认知里，只有嫁不出娶不到的人才会通过相亲这种方式生拉硬套凑在一起。新时代就不用结婚生娃过日子了，有能耐你倒是自己带一个回来让我见见呐，还好意思自称年轻人，再过2年你就是老人，外边那些小孩都叫你阿姨不叫姐姐了吧？你难道想等他们叫你奶奶？老妈眼睛一瞪，拿起了鸡毛掸子啊！老妈是懂杀人诛心的，尤其是最后一句，简直伤害加倍。不就是相亲吗？我去，识物者为俊杰。我果断选择服从。不就是相亲吗？见个面喝杯茶，顶破天一起吃顿饭，从此大家是路人，就当是给老妈尽孝，完成一个任务罢了。相亲当天，见面时间定的是中午，可老妈6点不到就把我从床上叫起来，洗澡，去小区美发店做头发，去商场买衣服。等我筋疲力尽回到家时，被老妈召唤来的表姐和表妹已经等候多时了。一见面不由分说，先把我按在沙发上，擦脸敷面膜，然后开始化妆。结婚都没这么麻烦，相亲而已，不至于这样吧？不要嫌麻烦。听老李说，那个小伙子人不错，名牌大学毕业，未来可期。见我有些不耐烦，老妈连忙给我洗脑，只在这次相亲非同小可，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。老李是谁？应该是这条相亲链当中的某一个环节吧。好在表姐表妹还是比较靠谱的，没有把我打扮成如花。两人忙前忙后1个多小时，动用了18般武艺，36种兵器，这桩画的一点都看不出来。加油，好好谈，妈等你胜利的消息。临出门前，老妈还在给我做战前动员。地点是男方选的一间餐厅，离我家有点远，所以我选择开车过去。到路口时，黄灯已经亮起，我果断踩了刹车，宁等3分不争1秒。教练的叮嘱我铭记于心，然后就被追尾了。命运的齿轮从这一刻开始转动。我熄火下车查看，对不起，是我的责任。您看咱们是私了
还是走保险？后车司机是位男士，下车后连连向我道歉，态度还是很不错的，长相中等，比我高半头，看年纪比我大几岁，算是普通人里中等偏上的那种，撞得不算太严重。我的车尾除了凹陷外，还出现了裂痕，后车保险杠掉了点漆，这情况只能送去修理厂维修了。走保险吧，咱们留个电话，我抽空把车送到 4S 店，修完后你联系保险公司就行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决定走保险程序，这点车损顶多也就1800块的事，私了肯定更方便。可我担心对方误会我讹钱，还是公正公开的好。行，没问题，我叫王放，这是我的电话。对方想也没想就同意了。互留电话后，我举起手机准备拍几张照片。这时候，一个老太太从后车下来了。小放，怎么还没有处理完？咱们赶时间的。老太太一脸不耐烦地说道。妈，你先回车上坐着，马上就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妈性子有点急。王放喊了一句，又低声向我赔不是。没关系，我笑了笑。老妈又何尝不是个急性子呢？说话间，我拍下了第一张照片。你在干什么？一声尖锐大的惊叫，吓得我差点没把手机扔了。抬头看去，是那个老太太。你刚才干嘛呢？是不是在偷拍？她一脸气愤地朝我走过来，指着我的手机质问：阿姨，您误会了，我这是拍照取证，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需要用的。反应过来以后，我耐着性子跟老太太解释：是啊妈，你不懂，回头我找保险公司赔钱的时候得用现场的照片。王放也在帮忙解释：啥？还要赔钱？小放，你不用怕他，有妈在，妈给你撑腰。老太太把王放拉到身后，气势汹汹地看着我说道：怕我？这阿姨怕不是搞错了吧？我一没威胁，二没恐吓的，他儿子凭什么要怕我？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不就是想碰瓷吗？年纪轻轻不学好，就搞这些歪门邪道的。老太太双手叉腰，指着我的鼻子骂了起来：阿姨，你搞错了吧？是你儿子开车追尾，跟有什么关系？即使我素质再好，也不禁有些恼火了，放下手机跟他吵了起来。要不是你突然停车，我儿子能追尾吗？你还说不是你的责任，我家小放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老太太根本不顾事实，把追尾的责任全推到了我头上。阿姨，你还讲不讲理了？这里是路口，前边是红灯，我不停车，难道还要闯红灯吗？扣分罚款算谁的？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，谁来负责？我一听就来了火气，直接回怼道：他不怪自己儿子没注意红绿灯，反倒怪我停车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那是你的事，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？反正责任在你，看给儿子的车撞成什么样子了，我不管，你必须得赔。老太太直接耍起了无赖，倒打一耙，让我赔钱。阿姨，我不想跟你吵，你要是不服气，那就报交警处理。如果认定是我的责任，我认罚。我没心思跟一个老太太在街上吵架，也清楚跟一个无赖没道理可讲。撂下这句话后，直接上车离开。反正已经拍了现场照片，路口还有监控，我也不担心王放不认账。只是想不通，这个王放看上去有礼貌有素质，怎么会有那么一个不讲理的妈？因为被追尾的事耽搁了一点时间，赶到餐厅已经比约定时间晚了10多分钟。充当介绍人的是老妈单位的同事赵阿姨。我一进餐厅就看到赵阿姨在那摆弄手机。赵阿姨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路上出了点事耽搁了。我赶紧上前道歉，
虽说我是抱着应付差事的心态来相亲的，可老妈同事的面子不能不给，该有的尊重不能少。哎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是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那个小伙子路上也有点事耽搁了，说是正往这赶呢。你先坐下吧，咱们再等会。赵阿姨叹了口气，表情很是无奈。相亲对象也没来，我立刻给对方打了负分，就像赵阿姨说的那样，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虽说我也迟到了，可事出有因，被追尾了我才来晚的，他总不能也被追尾了吧？赵阿姨，趁着人没来，您跟我说说对方的情况呗。我趁机跟赵阿姨打听起来，小伙子人不错，名牌大学毕业，未来可期。赵阿姨想了想说道：得，我瞬间失去了继续问下去的兴趣。这套说辞跟老妈一模一样，我严重怀疑他们实在没什么可说的，才统一口径的。正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赵阿姨的手机突然响了。喂，你们到了，那进来吧，我们在左侧靠窗的位置。赵阿姨说着站了起来，冲门口招手。我赶紧坐直身体，低头整理自己的衣服和头发。不管怎么说，在外人面前注意自己的仪容仪表，也是礼貌和教养的体现。抱歉，路上有点事耽搁了，你们等着急了吧？随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，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，只是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我抬起头，一下子愣住了。是你！我和王放异口同声叫道。没想到天底下竟然真有这样巧合的事情，我的相亲对象竟然会是王放。原来他不是故意迟到的。你们认识？那还怪有缘分的。赵阿姨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王放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不，我们不认识，只是见过一面。我赶紧摇头否认，缘分二字实在担当不起。没关系，那我就重新介绍一下，王放、林夏。赵阿姨意味深长地点点头，给我们做个了介绍。按照正常程序，这个时候我应该和王放握个手，至少也得正式打个招呼才对。可之前被追尾那件事闹得实在有点不愉快，我一时间有些犹豫，不知道还应不应该继续相亲。那个，别站着了，坐吧，坐下聊。赵阿姨也察觉到气氛有些异常，连忙招呼我们先坐下。我和王放面对面坐下，赵阿姨坐在我旁边，谁也没有开口说话。以赵阿姨的智慧，即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也能猜到我和王放之间肯定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。我已经报了保险，你直接把车送去 4S 店就可以。沉默了一会之后，王放突然说道：哦，我点点头，再次沉默。小放，就在我满脑子计划该找个什么样的借口才能合理离开的时候，另一个熟悉的声音把我拉回到现实中。王放的妈妈，那个在路上责怪我停车害他儿子追尾的老太太，抱着一个保温杯急匆匆跑进餐厅。小放，你的杯子忘拿了，餐厅里的水不卫生，你不要乱喝。王放妈把保温杯放在王放面前，端走了之前的水杯。邻桌坐着一对年轻情侣，王放妈连看都没看一眼，随手就把水杯放在了人家桌上。因为水还没喝过，再加上王放妈的动作不轻，杯里的水洒出来一些。阿姨，您放错地方了吧？被水打湿手机的女孩有点不高兴地说道。怎么了？放一下都不行。王放妈立刻转过身，瞪着眼睛瞅人家。你还有理了是吧？找茬呢吧？男孩不乐意了，抬头看着王放妈说道。怎么，你还想打人呀？王放妈的手立刻插到了腰上，动作和之前在马路上指责我的时候一模一样。男孩恼了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冲突一触即发。
算了算了，跟这种没素质的人生什么气？咱们走吧，换个地方。关键时刻，女孩保持了理智，连忙起身拦住男孩，拉着他往外走。站住！说谁没素质呢？王放妈还不依不饶了，冲着人家的背影叫道：“妈，能不能别闹了？”王放压低了声音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小放，别跟这些没素质的人一般见识。”王放妈立刻换上一张笑脸，有些讨好的对王放说道：“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到底是谁没素质呀？人家没把那杯水泼到他脸上，已经够客气了。这老太太真的是不讲理，还蛮横。对了，小放，跟你相亲的姑娘呢？让妈瞅瞅。”王放妈借口转移了话题，顺势坐在王放身边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注意到坐在对面的我。是你呀？早知道是你，我们就不来了。路上碰瓷，来这该不会是骗婚吧？王放妈认出我之后，脸上立马写满了嫌弃。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赵阿姨肯定跟我更亲近。听到王放妈说话这么难听，当时就不乐意了。咋的？说你女儿两句还不乐意了？你当妈的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，一看就知道不怎么样。这场相亲是托了无数拐弯的关系才安排出来的。王放妈并不认识赵阿姨，把她当成我妈了，张口就开喷。阿姨，从你进门到现在，我一句话没说，你就给我定罪了。赵阿姨是介绍人，不是我妈。再说咱们什么关系？我妈怎么教育我，用不到你来评判吧？我没好气地说道。感觉王放妈就是个神经病，除了骂人找茬撒泼就不会别的。你个小丫头还敢顶嘴？我是长辈，说你两句怎么了？一点教养都没有。王放妈就像是非洲草原的平头哥一样，谁也不服，那张嘴堪比机关枪，逮谁喷谁。林夏说什么了？他只是跟你讲道理而已。你一把年纪了，怎么不懂事呢？赵阿姨也忍无可忍了，撸起袖子准备跟王放妈对吵。虽然相亲的场面很糟糕，但吵架真的没必要。我赶紧拦住了赵阿姨。王放，之前安排相亲的人说就是男女双方过来见个面，你带着你妈来就算了，现在他对完这个对那个，你也要一直看着他闹下去吗？我看向一旁始终沉默的王放问道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。王放拿起震动着的手机，匆匆起身走出餐厅。这是顿了，我儿子要个头有个头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学历有学历，将来肯定是要飞黄腾达的。想给我家做儿媳，首先得知书达理，得明白温良恭俭，长相身份人品一样都不能差。依我看，你也没必要再缠着我儿子了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的。没了儿子在场，王放妈说话愈发肆无忌惮起来，站在那一副居高临下的气势。阿姨，现在都中午了，你怎么还说梦话呢？你哪只眼看到我缠着你儿子了？看得出来，你这个儿子现在是太子，将来要登基，祝你早日荣升太后。你老人家还是另选高明，给你儿子选妃吧。我这一介草民就不跟着凑热闹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挖苦了王放妈两句，拎起包叫上赵阿姨准备离开。这怎么要走啊？先吃饭吧。王放接完电话赶回来，看到我和赵阿姨要走，连忙说道：不用，我已经很饱了，还是和令母后慢慢享用吧。多谢太子大人让我长了见识，就凭王放一直纵容他妈胡闹的表现，我对他自然也不会有好脸色。林夏，这次是阿姨的错，回头我就去找老陈算账。这都介绍的什么人啊？你放心，下次阿姨亲自挑，给你介绍个好的。凭你的条件，想要什么样的没有？
这世上2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多的是。赵阿姨连看都没看王放母子一眼，话里有话说了2句，挽着我的胳膊往外走。什么人啊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。王放妈可不是嘴上吃亏的人，像只炸毛的鸡一样叫嚷着朝我们追过来，被他儿子给拦住了。妈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逼着我来相亲的是你，来了折腾闹事的也是你，你到底要怎样？王放和他妈争吵起来，至于怎样收场，我一点也不关心。人生头一回相亲，就遇到了这样一对母子，我的心情简直糟糕透了。回去的路上，赵阿姨不停向我表达歉意，我还得强忍着心中的不快去安慰她。毕竟给我介绍对象也是好意，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责怪人家。先把赵阿姨送回去以后，我才回家。一进门，老妈就迫不及待迎了上来。怎么样？见面感觉还行吧？回来这么早没一起吃饭吗？留电话没？有事没事多约出来见见面。感情这东西是需要培养的。老妈拉着我，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。不行，我用最简单的答案回答了老妈的问题。为什么呀？老妈怔了半晌，又憋出来一个问题。妈，以后咱能不能别再搞这种无聊的事了？我今天哪是去相亲的，就是去受气的。我没好气的把相亲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太欺负人了，哪有这样的？我给老赵打电话，他这都找的什么人呀？老妈也是气得不轻，当下拿起手机就要联系赵阿姨。这事又怪不到赵阿姨头上，连她都被训了一顿。你就别给人家添堵了。我抢过老妈的手机，让她别再给赵阿姨的伤口上撒盐了。本来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，可缘分这东西有时候还真是奇妙。相亲的事让老妈对我有了几分愧疚，短期内不会再催着我找男朋友了。一时之痛换来一阵子的清闲，输的倒也不算太惨。第2天没什么事做，我联系闺蜜小雪，叫她陪我去 4S 店修车。修车的过程很快，敲敲打打打蜡抛光，连半个小时都没用上就弄好了，一点也看不出被撞过的痕迹。结果要走的时候尴尬了，4S 店联系了保险公司后，却让我交修理费1000块。王放不是说他已经保过保险了吗？我第一反应是被耍了。这对母子的形象在我心里愈发可恶起来。其实想讨个公道很容易，还没过48小时，现在报交警也来得及。可我从来没有出过事故，也没有相关的经验，潜意识认为报交警和报案是一回事。后续会不会要走很多程序？会不会隔3差5就要把我叫到警局去问话？最后会不会闹到法庭去打官司？女孩子总是习惯把简单的问题想得很复杂，我也不例外。算了，1000块钱而已，我认倒霉，自己掏了。不行，相亲欺负你，修车还耍你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给他打电话，叫他过来，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小雪不干了，她知道我昨天相亲的事，也知道车是怎么被撞的，对于我这种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的态度非常不满，也没有多严重，主要我不想再跟那样的人打交道了。我纠结着，还是不想联系王放。姐妹，你也太窝囊了吧，一而再让那个混蛋欺负，我都忍不了。你把他电话给我，我给你出这口气。小雪的态度非常强硬，我们多年的友情，她见不得我受委屈，嚷嚷着要给我出气。最后我还是没能拗过小雪，把王放的电话给了她。你是王放吗？我是林夏的朋友，给你半个小时，马上给我出现在某某 4S 店，过时不候。医院和警局你自己选。
小雪用自己的手机给王放打了电话，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，说完直接就挂了。妞！我冲小雪竖起大拇指，敢欺负我姐妹，打不死她。小雪也很兴奋，觉得自己的话很有气势，要不把我哥叫来给咱们撑撑场面。他练散打的，等闲3-5个人不能近身。过了一会，小雪又担心王放来了，凭我们2个女的镇不住他，提议把他哥也叫来，又不是打架，叫你哥来干嘛？再说我认识你哥比认识你还早，你不用跟我强调他的强项了。我哭笑不得地说道。其实吧，林夏，我哥心里一直住着一个你，要不你也别费那劲找有缘人了，干脆跟我哥一块过得了。小雪转了转眼珠，坏笑着说道：打住，我一直拿你当姐妹，你竟然想让我给你当嫂子，居心险恶呀！我故作伤心状。小雪的哥哥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熟到不能再熟了，长得也不差，工作也不差，人品也不差。可正因为太熟悉的缘故，我们只能做朋友，从来没想过进化到超越友谊的关系。说话间，一辆车停在了维修车间门外。王放到了。王放下车后向四周看了看，很快就看到了我，小跑着过来了。你先别说话，看我帮你教训他。小雪和他哥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讲义气，对朋友那真是没得说。这些年我身边的闺蜜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唯独小雪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没变过。你就是王放？小雪一步横跨拦住王放，上下打量了一眼，语气不善地问道：我是？你是？王放犹豫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我是林夏的朋友，你挺会玩啊。啊！小雪迈着8字腿，肩膀一抖一抖地看着王放问道，虽然心里清楚小雪这是在为我出气，可我还是低下头捂住了脸。没办法，小雪身高155，实在是演不出那种吓人的气势，反倒更像是放学路上抢小孩钱的小痞子啊！王放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昨天相亲，你羞辱了我的姐妹，明明是你撞了她的车，怎么还想耍赖？你是不是没挨过社会的毒打？用我教你怎么做人吗？小雪继续嘚瑟。行了行了，我谢谢你，有事说事，用不着这样。我实在没脸再看下去，赶紧把小雪拉开。那个林小姐，我能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你的朋友火急火燎把我叫过来，不会是为了当面吓唬我一顿吧？王放尴尬地笑笑，询问我为什么打电话叫他来这里，装傻是不？你自己干了什么，心里没数吗？别以为我长得矮就治不了你，我可是……小雪觉得自己被藐视了，当下对着王放又开始口出狂言。姑奶奶，咱能不闹了吗？我都够烦的了。我很是无语的再次把小雪拉到一边。小丫头眼混混上瘾了。王先生，昨天是你追尾我的车没错吧？是你全责没错吧？是你说走保险随时来修没错吧？那么请问，为什么我今天来修车却被告知要自己掏钱呢？还是说，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很容易被欺负的人？我用最温和的语气表达对王放的不满。是，你说的都没错，可我真的已经报过保险了，不信你看。王放听明白我找他来的原因后，急忙解释道，甚至还特意翻出了昨天会和保险公司的通话记录。随后他又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询问，得知是因为系统出错导致这起事故没被录入，所以之前 4S 店没能查到对我理赔的相关信息，这等于是闹了一个大乌龙。我也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林小姐，实在对不起，归根结底责任还是在我，给你造成的不便还请原谅。
王放双手合十，冲我赔起了不是。不用不用，是我着急了，刚才态度不太好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我也赶紧说着道歉的话。你们俩确定昨天的相亲很不愉快吗？小雪一脸诧异地看着我和王放。这就有些尴尬了，怎么好像摒弃前嫌了？维修车间的车辆很多，凭我的技术想开出去，心里有点没底。于是王放就自告奋勇帮我倒车，结果一下就倒进地沟里去了。被卡在地沟里的车右侧挤压变形严重，人性的善让我顾不上心疼自己的车，本能的担心起王放的安全。毕竟人命大过一切，我几乎是第一时间冲过去，打开车门，把有些狼狈的王放从车里拉了出来。你没事吧？我紧张地打量着王放，担心他受伤了。再怎么说，他是帮我倒车出的事，真有个三长两短，就算不是我的责任，我的良心也过意不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的责任，我来负责。王放第一时间向我道歉。从昨天第一次见面开始，他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道歉。确定王放没受伤后，我悬着的心才踏实下来。你跟林夏的车有仇吗？故意的吧？眼见刚修好的车又被弄成这样，小雪的暴脾气上来了。真不是故意的，但我绝对负责，所有的维修费用我来出。王放一直在道歉，态度甚至有些卑微。算了，修好就行了。这辆车我开了3年了，让王放赔辆新的实在不合适。我也不能因为这事讹他。维修车间的师傅帮忙把车调出来评估了一下，得重新钣金喷漆，还要更换一些配件。修车的事已经和我没关系了，由王放全权处理。反正有保险，他也不可能耍赖。走出维修车间，我和小雪不约而同叹了口气。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回不去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打车回家。林小姐，请等一下。王放追了出来。干嘛？我可告诉你，我们林夏没让你赔钱，已经够宽容大度了，你别想再打什么歪主意。小雪对王放本来就没好感，再加上倒车事件，就更讨厌这个人了。说话是一点好气都没有。你别误会，这2天给林小姐带来这么多困扰，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我请2位吃顿饭，全当是赔罪。另外，我也想当面跟解释一下昨天的事。王放一脸诚恳地看着我说道：心意我领了，吃饭就算了。我保持着起码的矜持婉拒了王放的邀请。去？干嘛不去？饭店随便挑吗？小雪拍了我一下，冲着王放说道：当然。王放愣了一下，随即点头：行，那就国悦，现在就走。小雪拉着我朝王放的车走去。她平时也不是贪吃占小便宜的人，怎么今天？我明白了。小雪一直看王放不爽，苦于没机会报复。现在王放主动提出请我们吃饭，小雪怎么会错过？毕竟宰一顿饭也算宰。王放连忙小跑过去帮我们拉开车门。我无奈地苦笑着被小雪拉上车。喂，你技术行吗？不会又开到沟里去吧？要是想省这顿饭钱就直说，可别制造个车祸意外什么的。一上车，小雪就开始挖苦王放，一路上那张嘴就没停过，搞得我都有点听不下去了。几次开口让小雪闭嘴，别太过火了。反观王放倒是和气得多，不管小雪怎么挑衅，脸上始终带着笑，能接上的话尽量接，实在接不上了就憨憨一笑带过。态度已经不能单纯的用好来形容了，沉稳有素质，说话有理有节，宽容大度。不知不觉中，王放在我心中的印象慢慢发生了改变。
也许是昨天因为他妈妈的缘故，我先入为主，把他当成了坏人吧。其实他人还是蛮不错的，我心里这样想着。到了国乐，小雪一点也没客气，落座后拿起菜单就开始点菜，几乎是刷单。好在他还有点底线，没有点奥龙两头抱帝王蟹这类夸张的菜。即使这样，我估算了一下，这顿饭也得小2000。王放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，甚至还主动告诉小雪可以多点一些喜欢吃的，不用替他省钱，大方不小气，绅士。我觉得王放身上的优点越来越多了，整整一桌子菜，光看品相就很有食欲。吃啊，等什么呢？别告诉我你想当圣母。见我不动筷子，小雪压低声音在我耳边说道：人都来了，菜也点了，再矜持下去也没什么意思。我把心一横，埋头吃了起来。国乐在市里算是比较高档的餐厅，我这种工薪阶层不是经常有机会来这里吃饭的。吃饭的间隙，王放也向我解释了昨天相亲的事情。王放是单亲家庭，父亲去世，是他妈妈抚养他长大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王放妈对儿子特别维护。他和我一样，都是被家里逼着来相亲的。一开始他就是抱着应付差事的心态来的，所以他妈妈找茬的时候，他就抱着任其发展的态度，想着搞砸了就不用相亲了。原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啊！我顿时就有种和王放同病相怜的感觉。吃完了饭，王放主动买单，然后开车送我和小雪回家，还说天晚不安全，专门把我送到了家门口。相亲的事情解释清楚了，车的事也负责了。本以为我俩的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，可没想到第二天王放就带着一堆礼品来我家了，只有一个目的，想跟我进一步发展下去。这转折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。前天还是陌生人，并且发生了一连串不愉快的事。昨天勉强化干戈为玉帛，今天就打算要开始跟我交往，这也变得太快了点。我本能地拒绝了，我不奢求你能立刻答应我，但我觉得咱们之间是有缘分的，否则老天也不会安排那么多机会让我们发生交集。我会努力的，看我表现吧。王放没有死缠烂打，表明了心意后就起身离开，甚至连杯水都没喝。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还藏着秘密武器呢？一旁吃瓜的老妈迫不及待八卦起来。什么秘密武器？就是相亲那个男的。我顿时无语，合着老妈光顾着吃瓜，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。是他呀，这也叫风度翩翩，一表人才。老李嘴里就没实话，老妈脸上立刻就写满了不屑。没有谈过恋爱的人，在感情上就是一张白纸，可以任由别人书写。我就是这样，成了王放创作的平台。自从去过我家以后，王放对我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大逆转。电话问候，约见面，送礼物，请吃饭，他用实际行动表达对我的好感。车早已经修好了，可我们的关系却断不掉了。他对我的称呼也从林小姐变成了林夏。以前没谈恋爱的时候，对爱情虽然有过憧憬，但觉得也就是那样。现在真正体会到被一个异性呵护关怀的感觉后，忽然有些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谈恋爱。不知不觉中，我沦陷在了王放的柔情攻势下，我们开始正式交往了。林夏，你也太没出息了吧，几顿饭几个小礼物就把你拿下了。你知道现在恋爱的成本有多高吗？人均收入乘以6才是入门水平。早知道你这么好忽悠，我就该鼓动我哥追你了，既省钱又省心。得知我和王放成了男女朋友，反应最大的是小雪。
怎么能用物质衡量感情呢？照你的逻辑，穷人都不配拥有爱情了。我觉得小雪有些偏激了。爱情和金钱在我看来完全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。我不是用物质衡量爱情，只是想不通你怎么就跟王放走到一块去了。林夏，我真的觉得他挺虚伪的。他到底给你喂了什么迷魂药，能让你接受他？小雪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答应王放的追求，可我只觉得是小雪看不上王放的缘故。因为自己不喜欢，所以也不希望别人喜欢。可能这就是爱吧，无缘无故，没有理由。我不想因为王放和小雪闹出不愉快，也不想为了小雪终结这段感情，所以选择了一个比较深奥的回答。你呀，爱。小雪见我心意已决，知道再劝我也没用，只能用叹息表达自己的不满。除了小雪外，我爸妈也对我和王放的恋情持反对态度。他们倒不是嫌弃王放本人有什么不好，他们嫌弃的是王放的妈妈。闺女，听妈一句劝，结婚和谈恋爱是两回事。如果你只是为了谈个男朋友，那你和王放交往我没有任何意见。时间长了，感情淡了，分手就行了。可你要是想嫁给他，将来和他一起过日子，我是万万不能答应的。王放这孩子在你心里有多优秀、多完美，那也只是你单方面的感觉。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如果你们真的结婚了，你怎么和他妈妈相处？全天下这么多家庭，最难解决的就是婆媳关系。假如你们发生矛盾了，假如他妈妈找你的茬了，你该怎么办？你奶奶已经够随和了，我们之间也没少闹过矛盾。爱情是两个人的事，可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，你可要考虑清楚啊。得知我和王放已经如胶似漆了，老妈苦口婆心劝我悬崖勒马，可热恋中的我怎么可能听得进去这些？妈，你想哪去了？我们现在就是谈谈朋友，结婚还不知道是哪辈子的事呢。就算要结婚，那也是王放跟我结婚，又不是他妈。你别这么草木皆兵了。我不以为然地对老妈说道。在我看来就是这样，不管恋爱还是结婚，那都是我和王放两个人之间的事，跟他妈没有关系。王放妈那个人确实不怎么样，可我又不和他过，管他是好是坏呢？你呀，真是个傻子！老妈点着我的脑门，无奈地说道。王放向我求婚了，很浪漫的那种，在我单位门口用蜡烛摆出了我的名字，还用玫瑰花摆了个巨大的爱心。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单膝下跪，请我嫁给他。有几个女孩子能抵挡这种浪漫？我害羞地收下他的玫瑰。林夏，你会后悔的。王放那种人不值得你托付终身，除了花言巧语，他还会什么？得知我答应王放求婚的消息后，小雪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电话。小雪，你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我以为你会祝福我的，可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你不了解他，他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男人。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错，如果你还把我当姐妹，以后不要再这样了，好吗？我忍着心中的不快，告诉小雪王放就是我的选择，甚至还隐含威胁，要么祝福我，大家以后还好是闺蜜，要么就不要再做朋友了。林夏，我是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的，从前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将来也是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就不再自讨没趣了。无论任何时候，希望你记得还有我这个朋友。沉默了半晌后，小雪轻声说道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她伤心了，我能感受到，可我不以为然。现在人生最大的幸福正在等着我，我哪还顾得上在乎这些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我跟你说的那些话，你一点都没往心里去吗？得知我竟然答应了王放的求婚，
老妈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，就连常年顺从我意愿的老爸也史无前例表示反对。他们甚至懊悔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斩断这段感情，而是抱着让我尝试谈恋爱的心态纵容我和王放交往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就认准王放了，我们肯定要在一起的。我低着头，无比倔强地说道。活了20多年，我的叛逆期竟然会是现在。你非要气死我们吗？老妈气得直发抖，高举的鸡毛掸子还是没舍得打下来。王放真的很好，你们跟他相处久了就会知道的。再说我都同意了，怎么能反悔？你们通融一点好不好？难道非要逼着我们私奔才行吗？我抱着老妈的胳膊，想说服她接受王放。在我看来，王放真的很不错，我不想错过这个男人，后悔一辈子。好，以后哭的时候不要想着找我。老妈甩开我的手，说出了她自以为最绝情的话。爸妈终究是没能拗过我，接受了我要嫁给王放的现实。3天后的饭店包厢里，我爸妈和王放妈妈坐在一起，表面看着紧张，实际上更是暗流涌动。谁能想得到，我和王放从恋爱到谈婚论嫁，双方家长竟然是第一次见面。爸妈虽然同意了我们的婚事，并不代表他们就是心甘情愿的。王放妈，女儿大了不由娘，林夏要嫁给你儿子，我这个当妈的也拦不住，只能祝福。可过日子不是动嘴皮子，结婚以后小两口怎么生活，总得有个说法吧。咱们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，别墅豪车那些我们也不奢求，但最基本的房子不能少。老妈端起面前的茶杯，抿了一口后，看着王放妈说道：嫁夫从夫，我家有现成的房子，收拾一下住进去不就行了？睡觉能用多大点地方？王放妈翘起二郎腿，满不在乎地说道：王放妈，话不能这么说，现在什么年代了，哪有婚后还和父母一起住的道理？我们就林夏这一个女儿，也没想过要等她结了婚搬过去一起住。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，老人就没有跟着掺和的必要了。老妈话里有话地说道：她阻止不了我和王放结婚，那就尽最大力让我们俩婚后单独生活，避免我和王放妈产生矛盾。你们倒是想一起住，也得有那个资格呀。谁家嫁了女儿，还把娘家也陪嫁过去？自古养儿防老，不管小放结没结婚，我跟他一起住，谁也挑不出理来。王放妈冷笑一声，近乎蛮横地说道：你要这么说，那咱们就没法往后谈了。你把儿子当宝贝，我女儿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养了林夏20多年，连厨房都没让她进过。要是结婚了，让她去伺候婆婆，那我宁可在家养她一辈子。老妈直接把话挑明了，可以结婚，但绝对不能跟老人一起住。她舍不得我这个被宠爱了20多年的女儿，去给别人的妈端茶倒水洗衣做饭，看人家的脸色过日子。要是个通情达理的婆婆倒也算了，可王放妈是个蛮不讲理的刁蛮人，与其嫁过去受她的气，那这个婚还不如不结。听你这意思是吃定我儿子了，我还就把话撂这了，爱嫁不嫁，我家小放能看上林夏，那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不偷着乐还跟我谈条件，哪来的底气？就凭我家小放的条件，多少好姑娘排着队等他呢？他招招手，抢着嫁给他的姑娘，这个饭店都坐不下。王放妈完全不惧老妈的威胁，冷笑一声说道：态度比我老妈可强硬多了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谈亲事就是这个态度。老妈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王放妈也不肯多让，一把推翻面前的茶杯，也站了起来。好了好了，怎么还吵起来了？
至于吗？眼见老妈和王放妈针尖对麦芒，有大吵一架的趋势，一直沉默的老爸连忙挡在两人中间，都以为老爸是在当和事佬。王放妈甚至还得意地哼了一声，觉得吃定了我家。可下一秒，林夏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起来走吧！没听见人家说什么吗？人家不愁找不到老婆，有的是女孩排队抢着要嫁给他儿子呢，你还跟着凑什么热闹？一饭店都坐不下的备胎，就差公开选妃了。这样的太子爷，你有什么资格嫁给人家？还是早点回家洗洗睡吧，咱们小老百姓配不上人家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老爸一手挽住老妈，一手拎起包，冲我说道：人生第一次恋爱，我以为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子。虽然我很想嫁给王放，可我不是那种非嫁不可的恋爱脑。双方坐在一起是来谈亲事的，不是让我爸妈来被王放妈羞辱的。什么叫我不嫁，有的是人嫁？意思是我只是运气好，被选中了而已呗，是可怜我呗。我以为婚姻是爱情，王放妈却当成了施舍。我也是有自尊心的好不好？听到老爸的话，我一声不吭站了起来，跟着他们往外走。来之前，我和王放都是信心十足的，觉得今天一定会皆大欢喜。为了庆祝，他还专门订了个大蛋糕，准备搞个大家一起切蛋糕的仪式。进包厢点完菜以后，他就去拿蛋糕了。叔叔阿姨，你们这怎么回事？王放拎着蛋糕站在包厢门外，诧异地看着正往外走的我们一家。小伙子，自信是好事，但别自大。老板把王放推到一边说道：叔叔阿姨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先别走啊！林夏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放再次拦住我们，焦急地问道。我简单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讲了一遍。叔叔阿姨，是我不对，怪我没有提前跟我妈说清楚，给我几分钟时间，我去跟他谈。你们放心，这件事我能做主，我绝不会委屈了林夏的。王放得知原委后，立刻向我爸妈赔礼道歉，并且保证他一定会处理好。我生气的是王放妈，既然王放已经表明了态度，我也不忍心再为难他，于是就向我爸妈求情，让他们给王放几分钟时间。王放进包厢和他妈沟通，我和爸妈站在外边等候。闺女，摊上这样的婆婆，以后的日子有你受的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老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。王放不是说他有办法解决吗？等他的消息吧。我犹豫着说道。其实正是和王放交往以来，我也没有再见过他妈。我对王放妈的印象一直停留在相亲那天的车祸现场和见面的餐厅。今天再一次见面，王放妈那种我儿子就是天下第一的态度，又勾起了我对他久违的反感。我相信老妈没有危言耸听，如果我和王放结婚后要跟他妈住在一起，那日子绝对太平不了。还没结婚就这么嚣张，等我真成了他儿媳，指不定怎么欺负我呢。我已经做好了结婚的准备，就这么放手又舍不得，所以我心存侥幸，盼着王放能和他妈妈谈妥，只要不住在一起，应该能避免很多的麻烦。叔叔阿姨，咱们进去坐吧，我已经跟我妈谈好了，新房的事我尽量想办法准备，婚后我们也会分开住。几分钟后，王放从包厢内走出来说道。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，这个结果可以说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。两家人重新回到包厢里坐下，王放妈始终板着一张脸，看得出来她很不情愿。小王，刚才你说新房的事你尽量想办法解决，你给我透个底，怎么解决？什么时候解决？老妈同样也不像之前那么客气，一落座
就直截了当问道。王放一愣，显然没想到老妈会这么直接。我打算按揭买套房，不过首付款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筹措。迟疑了片刻后，王放小心翼翼地说道。老妈立马变了脸色。妈，王放都说自己买房了。我赶紧握着老妈的手说道。算了，房子我们家出，谁让我养了这么个不省心的女儿。老妈纠结了片刻，最终说出由他们来准备婚房。彩礼呢？你家打算出多少？老妈随后又问道。啥？还要彩礼？我儿子这条件还用出彩礼？王放妈忍不住了，气呼呼地问道。什么条件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家的条件也就那样，没比谁强到哪去。就算是真太子娶亲，也是要下聘礼的。房子我们家出了，彩礼也不想给，一点代价不想出，就想让我女儿嫁到你家当媳妇，算盘也不是这么打的吧？再说这彩礼我们也不白要，结婚后都给他们当家庭资金，你家出多少，我家陪嫁多少，白占便宜或者卖女儿的事，我干不出来。老妈趁机阴阳怪气了一番。那你打算要多少？王放妈的脸色变了又变，最终在王放的眼神示意下，耐着性子问道。咱们本地的标准，彩礼18，8W， 28，8W， 38，8W， 就取个中间数，28，8W 就行。到时候我们也照这个数陪嫁。老妈说出了彩礼数额。这么多？不可能！王放妈又急了，听见没闺女，人家舍不得，你还是再好好想想吧。组建新家庭，除了情投意合，最不能缺的就是钱，没钱连吃饭都是问题。你赵阿姨昨天跟我说要给你介绍对象，小伙子大高个，长得帅，老实本分，家庭条件也好，市里有2套婚房，父母准备移民国外，以后1年到头也见不上一面。老妈笑了一声，没有理会王放妈，转过脸对我说道。阿姨，彩礼我出，都按您的意思来。王放连忙说道，生怕晚1秒我就会答应老妈。小王，别觉得阿姨是快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希望她将来过得好。说句良心话，我是不赞成你们在一起的，可没办法，谁让我女儿铁了心呢？希望你好好待她，别让她受了委屈。老妈站起来，盯着王放说道。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下了，办订婚宴是王放要求的，按照我爸妈的想法，请几个亲戚和亲近的朋友，在酒店里摆一桌，大家一起吃顿饭就行。毕竟我们的条件都有限，结婚后还有很多用钱的地方，没必要学那些富豪大操大办。可王放却说那样太简单了，他想邀请更多的亲戚朋友来共同见证我们订婚，一辈子只结一次婚，无论订婚还是婚礼，我都想办得隆重一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铭记一生。王放深情款款地对我说道。是啊，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，隆重一点奢侈一点又有什么？我不再犹豫，说服爸妈尊重王放的想法。订婚宴摆了足足20桌，我们2家的亲戚朋友同事能请到的人都来了。为了更有仪式感，王放还专门请了一名司仪主持。在现场宾朋的共同见证下，我和王放喝了交杯酒，互换了订婚戒指。王放妈也把用红布包着的28W 现金交到了我手里。准婆婆很大方，很喜欢这个准儿媳呀。俗话说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等2位新人完婚后，一定要好好孝顺老人啊！请大家举杯，共同祝福台上的2位新人，祝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司仪拿着话筒，不遗余力地烘托着气氛。订婚宴办了，彩礼也收了，
所有人都知道1个月后我就要和王放结婚了。我有些紧张，但更多的还是期待。第2天中午，忙了一上午的我趴在办公桌上休息，迷迷糊糊接到了一个电话：林夏，我们接到报案说你涉嫌勒索，请你现在来警局说明一下情况。勒索？这可是犯罪啊！我急忙赶去警局接受讯问。接待我的警官告知了我原因，有人举报我索要高额彩礼，不符合本地关于彩礼不能超过6W 元的政策。警官，我想问下，这和勒索有什么关系？听警官介绍完情况后，我一头雾水地问道：彩礼标准是政府出台的政策，旨在针对不给彩礼就不嫁女儿的那种变相卖女家庭。可现实中几乎没人遵守这个标准，因为彩礼都是双方家庭商议后都接受的数额，不然从18.8W 到38.8W 这个预定俗称的彩礼标准也不会存在了，大家都给6W 好了。说的难听点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你情我愿的事怎么就跟勒索产生扯上关系了？又不是我拿着刀逼着王放出彩礼的。报案人称，你向你未婚夫索要了28.8W 元的彩礼，表示不给钱就不订婚。这个数额属于巨大，并且带有威胁性质，可以归为勒索的范畴。警官耐心地向我解释为什么会以勒索的罪名传唤我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，或者是有人故意搞破坏？这28.8W 彩礼是我未婚夫自愿给的，我没有说过任何威胁的话，而且我们双方家长也早就协商过。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人故意搞事情，用彩礼做文章攻击陷害我。我昨天才订婚，今天就被人告了，可为什么要针对我呀？就为了破坏我俩的婚姻？这也太恶毒了吧！林女士，你说的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有些出入，因为报案人是你的未婚夫王放。2位警官对视了一眼后，说出了一个差点没让我窒息的消息：王放报案，告我索要高额彩礼。他疯了吧他？不好意思警官，我脑子有点乱，容我捋一捋。昨天我和我未婚夫订婚宴上他妈妈给了我28.8W 的彩礼，然后今天我未婚夫告我以威胁的方式索要高额彩礼，是这样吗？从震惊中平复过来后，我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2位警官问道：可以这么理解？2位警官不约而同地点头。呵呵，真是活久见。我苦笑着，不知该说点什么了。林女士，结婚给彩礼这种事，我们警方是不应该干涉的。可当事人既然报案，我们也只能介入。这一点，希望你能理解。不管彩礼是不是你未婚夫自愿给的，但他告你索要高额彩礼，而且你们还没有结婚。于法你必须要退还这件事，警方也会以调解为主。警官告诉我，彩礼是必须要退的，除非王放撤案。从警局出来后，我打电话联系王放，想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结果竟然关机了。还带这么玩的是吧？行，那就一起玩。我放弃了去找王放的打算，直接回单位上班。第2天一早接到了警局的通知，说王放愿意协调处理，叫我去警局退还彩礼。昨晚我和爸妈谈了一夜，已经做出了决定。当下拿上王放妈交给我的那包彩礼钱，直接去了警局。王放在，王放妈也在，母子俩一脸得意地坐在那，远远的就能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。28.8W，一分不少，都在这里，拿走吧。我拿出那个红布包，放在王放妈面前。林夏，你不会生气吧？也许我的淡定让王放有些意外，他小心翼翼地问道：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他索要高额彩礼，
咱们有权要他退还，合理合法。王放妈满不在乎地说道，打开红布包，当面点起了钱。不生气，我一点都不生气。我笑着摇摇头，坐了下来。林夏，你得体谅我，我家条件就那样，这钱都是借来的，以后得还给人家。与其等到咱们结婚了再还，不如早点还，还能少付点利息，不是？王放对我解释起来，下意识转动戴在中指上那枚戒指，那是前天的订婚宴上我亲手给他戴上的。体谅，当然体谅，你想的那么长远，答应给彩礼的时候就开始计划今天了吧？我点点头问道。呵呵。王放听出我话里的讽刺，尴尬的笑笑。王放，我挺好奇的，既然你没打算过给我彩礼，当初为什么要答应呢？这么折腾不麻烦吗？我又问道。王放只是笑，也不说话。十几分钟后，王放妈终于点完了钱，心满意足地把钱包了起来。林夏，我妈说想看看咱们新房装修的怎么样了，回头拿把备用钥匙给她。王放帮他妈把钱装好后，让我拿一把新房的备用钥匙给他妈。傻子都听得出来，这哪是要去看新房装修，分明是打算要搬进去住了。你俩没别的事了吧？我站起来看着这对母子问道。没了。王放和他妈对视了一眼，看着我摇摇头说道，正好我还有件事，一起办了吧。说完，我朝王放竖起了中指，摘下了那枚他给我戴上的戒指，然后摔在了他脸上。林夏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王放捂着脸问道。你不是挺有心机的吗？这都看不出来。订婚戒指还你，这婚老娘不跟你结了。我居高临下看着王放母子俩，憋在心里一天一夜口恶气终于吐了出来。我只说退彩礼，没说要退婚呀。王放着急忙慌站起来，你退彩礼我退婚，大家各退各的，有什么关系吗？我反问道。王放说不出话来。不行，这婚必须结，你们已经订婚了，当着那么多亲戚朋友的面订了婚，突然退婚，我这张脸往哪放？王放妈一拍桌子叫起来。我突然明白了，难怪王放当初答应给彩礼，原来是缓兵之计呀。他担心不给彩礼我就不同意结婚，所以答应下来先稳住我。现在我俩已经订婚了，这母子俩觉得生米成了熟饭，竟然通过这种方式把彩礼要回去。难怪他非要办什么订婚宴，非要请那么多人来参加，合着他以为人多了，我为了保全名声就会选择忍气吞声，就会任由他们母子俩拿捏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我当初可以不顾爸妈反对和王放在一起，现在依旧可以无视别人的看法，甩掉他。脸面是凭自己本事挣的，不是低三下四看别人脸色，用委曲求全去换的。结婚了还能离呢，何况订婚？你们母子俩连骗婚这么恶心的事都能干得出来，是要脸的人吗？王放，这个婚我肯定不会跟你结的，你要再缠着我，就轮到我告你逼婚了。我冷笑一声说道，想拿订婚这件事来控制我，这母子俩也太天真了点。那新房呢？新房是给我儿子结婚准备的，你得给我们。王放妈说不过我，情急之下拿新房说事。老太太，你这是碰瓷呀，拜托你学学法好不好？那套房子是我爸妈出钱买的，而且我跟你儿子话还没结婚呢，就算是结婚了，也算不上夫妻共同财产，空口白牙想要别人的房子，你这何止是没脸没皮，你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了，我都想打人了。王放妈究竟哪来的勇气，敢说出要房子这种话的？老太太，人家说的句句在理，这婚人家不想结，你们就不能逼着人家结？
房子是人家姑娘爸妈买的，那是婚前财产，跟你儿子没一毛钱关系。趁早别想了，用彩礼骗订婚，你们这种行为已经构成诈骗了。需不需要我送你们到刑警那边学法？一旁全程陪同的警官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当下没好气地对王放妈说道。母子俩立马老实了，彩礼退了，婚也退了，我感觉自己好像重生了一样。幸好这母子俩够贪心又缺乏耐心，刚刚订完婚就迫不及待要把彩礼收回去。如果等到结完婚再闹这一出，我岂不是还得打一场离婚官司？户口本上还得多一个离异的身份。小雪，干嘛呢？上班？请假出来陪姐妹去喝2杯，当然是喜事了。走出警局，我直接给小雪打电话，叫她出来陪我庆祝。是真的庆祝，庆祝我及早看清了渣男的嘴脸，没有陷得更深。路边的小酒馆里，我和小雪一人1瓶啤酒对面而坐。姐妹，恭喜你迷途知返，及时止损，回头是岸，傻人有傻福。听我讲完来龙去脉后，小雪拿起酒瓶直接干了，开心劫后余生的那种。王放来找我了，在我单位门口，他声泪俱下的求我跟他复合。他说要彩礼不是他本意，是被他妈撺掇的。他求我再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保证以后会死心塌地对我好。趁我还没变脸之前，赶快走吧。和你说话我已经很恶心了，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我发起火来，连自己都怕的。我从保安手里拿过一根警棍，一边甩着一边说道：林夏，想想以前呆呆的日子，我们还可以。王放还不死心，还在幻想我会回心转意。滚！我举起了手中的警棍，王放落荒而逃。以前我真是瞎了狗眼，怎么会看上这么不中用的玩意？我以为事情到此就可以了结，只是没想到王放母子俩作妖之心不死。某短视频平台爆火了一段视频，一个老太太坐在镜头前，声泪俱下控诉她儿子遇到一个渣女，这个渣女心怀不良，故意接近她儿子，等她儿子爱上这个渣女后，又开出天价彩礼，他家凑不起这些钱，这个渣女就甩了他儿子，导致他儿子因情所伤，现在精神都有点不正常了。除此之外，他儿子和这个渣女交往期间，渣女以各种理由骗他儿子花钱，共计几十万元。现在他为了给儿子治病，已经把房子卖了。发视频的目的，一是求助好心人帮帮他，二是谴责渣女。那张脸虽然打上了马赛克，可声音没变，是王放妈。这母子俩真是绝了，一来卖惨博同情，收割好心网友的打赏，二来借助舆论的力量打压我，要么网暴毁掉我，要么我撑不住找他们求饶，任由他们拿捏。这个时代彩礼一直都是热门话题，很快王放母子的身份信息就被扒了出来，估计用不了多久我就得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了。爸妈和小雪已经听到了一些对我不利的言论，憋着火想要找王放母子讨个公道，但被我拦住了。天要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王放母子已经疯了，我再等一个机会，等一个可以一次性能把王放母子俩打趴下的机会。机会很快来了，28W 彩礼、未婚妻、退婚，一条条词汇都和我联系在了一起。我被戴上了渣女的帽子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跟我结婚，我负责想办法消除网络上对你不利的消息。王放洋洋得意地给我打来电话，威胁我：你对我还真是一往情深啊，挖空心思算计污蔑我，
都这时候了，还想让我嫁给你？别做梦了！你和你那恶毒的妈妈一个德行，我一辈子单身也不可能嫁你。我直接挂断电话，顺便保存录音。网上已经有好事者开始鼓动网民网暴我了。这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键盘侠还振振有词，说什么法律制裁不了我，他们就替天行道，为社会净化空气，为单身男人铲除一个渣女。等到这件事的热度达到顶点的时候，我公开做出了回应。其实没什么复杂的，一篇小作文足以搞定。我如实介绍了自己和王放从相识达到谈婚论嫁的过程，然后提出了几个关键点。王放妈说她儿子为情所伤，精神不正常，有没有医院的鉴定结果？这些天王放一直在上班，如果他真的精神失常，那我怀疑王放单位有压榨精神残疾人员劳动力的嫌疑。王放妈说我开出天价彩礼，试问28W 这个价格在本市算不算天价？我爸妈不但全款买了一套婚房，还提出给予彩礼等额的陪嫁，又算什么？王放妈说我和他儿子在交往期间以各种理由骗财，请问钱花到哪里了？有没有证据？没有发票也可以，具体买了什么，在哪里买的总知道吧？可以去消费地点求证。王放妈说她为了给儿子治病，已经把房子卖了，请他拿出卖房的手续合同。这个东西不会没有吧？网络上最近同情这对母子的人很多，捐款数额也不小。建议相关部门介入调查这笔捐款的去向与用途。最后一点，我保留追究王放母子造谣污蔑、非法牟利的权利。我的公开声明一经发出，舆论瞬间扭转。毕竟当今的网友吃过太多的瓜，早已不是那么好骗的了。网友们开始认真对待，要求王放母子拿出相关证据。他们有吗？没有，连根毛都没有。网络是把双刃剑，威力恐怖，反噬也同样恐怖。很快，王放母子就尝到了反噬大的力量。大家都怀疑这母子俩在捏造事实真相。本来想网暴我，没想到转移到了他们头上。王放母子顶不住压力，又发出一条公开声明，表示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并且取得了他们母子的谅解，希望大家不要再就这件事不放了。又当又立呀，这是自己想当缩头乌龟，还不忘了把帽子扣在我头上。反手就是一条声明甩出去，这条声明直接掀起了对王放母子的炮轰浪潮。他们的报应来了，王放工作的单位不堪压力，开除了这个思想上有问题的员工。捐款部门介入调查，发现事实不符，全数追回了所有捐款。警局也以涉嫌诈骗、造谣等多项罪名，把这对母子请去住单间。我又放出了一个王炸，王放和我订婚第2天就去警局报案，告我索要高额彩礼，涉嫌骗婚的过程被我以音频的方式告知大众，最后附加了王放打电话威胁我的录音。一夜之间，王放母子的名声烂了大街，人人喊打，恶有恶报，没人同情他们。几年后，我和老公带着宝宝在外地旅游，接到了小雪打来的电话：嫂子，你还记得那个王放吗？他记得。怎么了？他疯了，这回真的疯了，把他妈从楼梯上推下来，被关进精神病院了。因为你们的事，他的名声臭大街了，都没有女的愿意跟他交往。几年下来，得了光棍病，就疯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
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